6-0的夸张比分，一个现世界排名第2，一个曾经的世界排名第2，两个人用如此夸张的排名，打出了英锦赛有史以来最夸张的比分和最夸张的数据。夸张不是因为打得有多漂亮，而是因为足够烂。昨天的英锦赛简直就成了大型灾难片的现场。咱们先来看一下灾难现场1。作为世锦赛的卫冕冠军，囧哥的长台成功率竟然仅有 38%， 而马奎尔更是夸张到只有 22%。 你们都是韩准帮的现任或曾经的高层领导，你说让现在的帮主小特看到，情何以堪啊？是不是要负点领导责任啊？你打我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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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噻。你打我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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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噻。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型灾难现场2。去年的世锦赛冠军布雷切尔5-3手握3个赛点，被杰克琼斯追到了双厅决胜局。在决胜局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咱们来看一下和尚如何被牛仔裤实现了惊天大逆转。同时间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老司机加里威尔逊被刺客霍尔特6-1斩于马下，这个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接下来这个红球你说要有多大难度，大圣觉得还不至于。关键咱们看一下这杆没打进之后和尚的动作。走到场边之后，和尚根本就没坐下，他没有料到的是危险已经悄悄来临，自己已经成了一部大型灾难片的主角。他可能觉得这颗球超出了琼斯的能力范围，事实真的如此吗？对于和尚来说，不就是一个1轮游而已吗？今年不早就已经习惯了吗？ No， 不然，不知不觉中和尚正在创造一个斯诺克有史以来最牛逼的记录。如果现在咱们减掉和尚世锦赛夺冠的50万积分，那么和尚的世界排名俨然已经在60开外。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赛季末和尚依然延续这个表现的话，他将成为克鲁斯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世锦赛夺冠之后隔年就调出职业的世界冠军。当然和尚可能会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俺去练铁人3项不一样发光发热吗？来年奥运赛场一样争金夺银。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3年的火老师不就好好的给你上了一课吗？你的天赋才华都是因为斯诺克这个舞台才得以展现，非要用你的小短腿去挑战马拉松，你让那些一年要流好几吨汗的职业选手情何以堪呐！归来吧和尚，别再执迷不悟了。四大莽夫没有你不完整，斯诺克的江湖没有你不够精彩，球迷们没有你也少了一份快乐。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呐。你就真愿意看着一个偌大的斯诺克江湖仅有小特囧哥在那里蹦跶吗？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糟心的事儿，兄弟们一起来投票。今晚9点，国强挑战老张，同时开赛的是小特对阵萝卜，一边是绝代双骄，一边国强又很有希望创造奇迹。那么今晚的直播，大圣万分纠结。那么究竟播哪一场呢？这个大圣无法决断。那么就交给兄弟们来投票吧。今天本来大圣有一个重要的聚会，因为有这2场比赛也不参加了。究竟播哪一场，兄弟们说了算。锁定某牙的直播间，搜索大圣撞球频道。国强能否挑落老张？绝代双骄的恩怨又将如何解决？所有的答案都将在9点揭晓。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准备好宵夜啤酒，咱们这就出发。